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城系统教学商家管理篇。好绕口。好，商家管理篇主要要讲讲所有入驻商家的一些管理跟设置，那当然还包括了入驻流程，还有权限设置等等。那当然每个店铺的等级还有它的模板，还有它的模板 order 的管理，都在这一次要讲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基本的设置部分。其实我们会发现所有的客服部分每个商家跟每套 MO 系统里面都会有关于客服的部分。那么你可以为这个系统的所有客服来进行设置，比如说我们可以设置为统一客服。那么无论消费者在哪个店铺里面购物，所有的客服都是由系统后台客服来进行回复。另外一种是由商家自行来做客服也可以这些方式都可以。那当然为了以后你量大了以后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商家他卖一些非法产品或者是一些不合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开启关于整个店铺商品的审核部分，是可以在这里添加。也就是说所有的商家他在上传产品以后，我们都要一个一个审核通过，那么前台才会出现。那当然你也可以关闭它，关闭它以后所有商家上传的商品，上架的每一个商品，下架每一个商品，你都不需要去审核，也不用看。但是这样如果对于一个正规的大型平台来讲，不太建议这样设置。然后还有就是每个商家的密码前缀等等的这些设置包含入驻文章列表等等的，这些我们都讲过在过去，这个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再来看一下商家在入驻以后可以关联一些相关的文章步骤。我们先来看一下前台吧，这样比较容易理解。这是店铺街里面的每个品牌的店铺假设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那它开始有很多商品，这个都是他自己设置好的那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去看到他卖的任何的产品然后他做的每一个网页的活动，这是他的专卖店可以看到那你会想说我们怎么去申请这个店铺？其实很简单平台有一个接口，就是商家入驻的接口，那么这个接口底下这个关乎的都是文章，因为像老师还没有往里面放文章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些标题这些标题你放完以后它都会显示出来。 OK， 那么按照入驻流程呢，首先你要填这个入驻资料，包含这个商家他在等待我们的审核，然后让商家审核完毕以后去完善店铺的信息，最后才是店铺的这个商品上线。 OK， 好，那怎么申请呢？就点这个提交入驻申请，然后你就按照我们在后台设置好的这个流程1、2、3写完就可以了，最后就是等待流程等待审核就 OK 了。好，我们再回到后台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关于它的整个流程步骤，也就是这一步这是1、2、3这样往下填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流程。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添加流程 OK， 比如说现在有1、2、3、4、5、6、7、8、9，有9个流程，那就按照这9个流程走。好，那当然我们如果要再详细一点，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流程按照这个方式往下添加就可以，就这么简单。那么每个店家在申请的一些默认的权限因为 e-commerce 系统它不等同于一般小型的这种网站所以它对于商家的权限设置是比较严谨的那么现在暂时我们对于商家的分级，老师先简单的用比较能够理解的分级方式来分级，比如说普通、优质商家、金牌商家、加盟商家等等的方式来做4个分级。OK， 分级完毕以后，假设我们现在要来设置这个普通商家的权限，我们就选择普通商家，然后给予他的一些相应的条件就是他可以管理什么的意思。OK， 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权限选择完毕以后，你就会作为这个商家入驻以后的初始化权限。当然这只是一个默认权限，后续我们可以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商家给他自定义他的权限也可以。然后这个是等级的部分设置，我们刚刚提到了普通、优质、金牌、加盟等等的
设置。那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些相关的标准哦，比如普通商家他只需要实名认证，那当然他权限就会少一点。优质商家可能要缴纳保证金加实名认证，那他权限就会多一点然后包含他可以发布多少个商品，发现了吗？还有他可以使用的模板数量有多少，就在这里添加跟设置就可以了。那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相关标准，都可以。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是整个店铺的模板，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新增很多的模板，让商家可以在后台选择模板以后去进行所谓的可视化的装修，这样的话就可以对一些不懂技术的商家很便利的就可以装修自己的店铺，就这么简单。好，这个是列表部分，就是来管理已经生成的所有店铺的管理列表。那我们可以把这个 IM 客服可以关闭掉或者打开都可以。那是不是显示在店铺街里面店铺街是在哪里？店铺街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栏目叫店铺街，那么店铺街进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店铺街里面找到刚才我们有出现显示的这些品牌跟商家，就会被我们放到店铺街里面这是这个板块。那也可以分布根据省份，根据不同的这个区域来进行搜寻都可以OK， 大概就是这样的配置方式。好，我们再回到列表里面来那么对于这个列表的部分，我们可以快速的查看到店铺的本身信息审核了没有，没有我们就会在里面看我们随便挑一家有填写入住信息的吧。各位简单看一下，这个是入住信息部分，它会添加关于它的营业执照等等的公司的一些资质包含银行的一些相关资讯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那这个地方出现以后，包含它的分类管理对应的这个行业的资质，因为每个国家地区的要求不太一样，那就会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要求，我们来设置它所需要提交的东西就可以了。好，来看第二个板块，是关于实名认证，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这个部分是展示所有实名认证的会员信息可以进行实名的审核，也可以去编辑会员的实名信息，但你一定要谨慎编辑不要身份证号给它改出一个字就不对了然后申请的等级部分 OK， 好，这个是店铺的结算部分，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一家店铺所要结算的比例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烦不知道怎么去管理没关系，可以通过店铺结算系统来为每个店家制定分成比例，制定销售佣金比例，或者制定销售平台使用手续费等等，都可以通过店铺结算的地方来进行设置比如说它的信用额度然后结算模式是按店铺的比例还是按分类比例来都可以然后百分比的列表都在这里，这是订单的列表，这是账单的列表我们是不是可以很快速的去查询这个店铺的相关的一些情况。然后 eCommerce 这一套系统呢，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呢，是可以为每一个店铺，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店铺，比如说我们迪卡侬好了，迪卡侬这个店铺大家会发现 OK， 它的地址是我们系统生成的地址，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后台给予它去申请2级域名的时候，它就可以申请为迪卡侬点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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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便于它做推广，或者生成二维码便于别人去扫描它的二维码 QR code， 然后快速的去到它的店铺里面来也可以，好吧？这就是2级域名的管理部分。然后店铺的账户管理，这里是涉及到每一个店家的一些资金明细、来往明细你们看很详细OK，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店铺的门店店铺跟门店老师在之前的课程有提到过，店铺指的是在我们商城里面开设在线商城的这种店家，我们称之为店铺。那么店铺旗下的实体经营店，我们称之为门店，也就有实体店的，比如说迪卡侬它有分店
啊，比如说上海店、台北店啊，或者是吉隆坡店，那可以根据这个店家去管理每一个不同城区里面的实体门店，也可以去管理实体门店提货的部分，也可以去管理实体门店的消费部分，也可以去管理门店的库存部分。这样是不是变得所有入驻我们商家的这一些店主，他就很容易去管理属于自己的门店跟属于自己的 fans 吧，他的品牌粉丝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店铺的满意度部分也是哈，店铺满意度也可以在这里设置一些店铺的一些基准线哈，然后它系统就会自动的去测算啊 ，OK， 它就自动开始测算了啊，有没有看到？好，那最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实名店铺的那个实名认证的部分。好，那么店铺设置的后台管理大致就讲到这里。那具体关于前台的设置使用，我们会另外再录制视频来告诉大家。啊，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课程还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或者是直接给老师写邮件啊。然后别忘了订阅、分享加开启你的小铃铛。我们下堂课再见，拜拜。